If you want to become smarter, you have to look at the copy of life. World Survival Guide. 2026年，中国每天依然有人注册公司，依然有人开店，依然有人递交商业计划书。但有一个变化正在悄悄发生，愿意把全部身家押上去赌一个未来的人越来越少了。10年前，一个年轻人辞职创业，朋友会说有梦想、有胆量，值得敬佩。今天，一个年轻人辞职创业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：你想清楚了吗？当一个社会里连最敢冒险的人都开始犹豫，停下来的可能不只是几家公司，而是整个经济最重要的一台发动机——深圳。张伟今年36岁，2018年他离开一家互联网公司，和2个朋友一起创业做跨境电商，赶上了行业红利。最好的时候，公司1年销售额超过2000万，团队20多人。那几年他每天只睡5-6个小时，但很兴奋，因为他觉得只要拼命干，未来一定会更好。转折从2022年开始，先是平台政策变了，他做了2年的主力品类，突然被平台调整了流量规则，广告成本一夜之间涨了将近1倍。然后是物流，国际运费从之前的相对稳定变得剧烈波动，报价今天一个价，明天一个价，利润完全没法预测。他想转型，研究了3个月，找到了一个新方向。刚开始投入，发现已经有7-8家公司在做同样的事，其中2家在靠烧钱抢市场，产品卖得比成本还低。张伟知道自己烧不起，但也停不下来，因为前面投的钱还没回来。到了2024年，账户里的现金快见底了。有一天晚上，财务把报表发给他，公司账户只剩23万，下个月工资要发56万。凌晨2点，他给老婆打电话说了一句话：家里的存款还能拿出来多少？第二天，他把自己家准备换房的首付款80多万全部打进了公司账户，又撑了3个月。3个月后还是关门了。公司最后一天，员工都走了，仓库空了，灯关了。张伟一个人坐在地上，想起6年前创业那天自己跟合伙人说的那句话：我要给兄弟们创造一个平台。结果最后连工资都差点发不出来。朋友后来问他还创业吗？张伟沉默了很久，说了3个字：不敢了。这3个字比创业失败本身更值得注意，因为张伟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，他赚过钱，管过团队，跑通过市场。按照过去的逻辑，这样的人重新站起来只是时间问题，但今天连他都不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害怕的已经不是失败，而是一种他无法控制的不确定性。过去20年，中国经历过一轮巨大的创业浪潮，房地产、电商、互联网、教育、直播、新能源，几乎每个行业都有人靠创业改变命运。那个年代最大的特点是规则相对清晰，你努力，你聪明，你敢拼，就有可能赢，失败也不怕，大不了从头再来，因为赛道还在，机会还在，规则没变。但最近几年，很多创业者发现了一件让他们更害怕的事，不是市场变差了，而是规则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。一个教培行业的创业者花了10年建了一家公司，一纸政策下来，整个行业几乎消失。一个做社区团购的公司刚刚跑通模式，被约谈、被限制、被叫停。一个做直播电商的团队，今年还是风口，明年就变成了监管重点。过去创业者最怕的是市场风险，产品卖不出去，竞争对手太强，资金链断裂，这些他们都能理解，也愿意承受。但现在多了一种新的恐惧，你可能做对了所有事，公司也赚到了钱，但有一天规则变了，一切归零。这种恐惧和普通的商业失败完全不同。商业失败是你没做好，规则变了，是你做好了也没用。前者让人不甘心，后者让人不敢玩。这种恐惧正在产生一个连锁反应。根据公开数据，中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过去几年持续放缓，这个指标代表的是民营企业愿不愿意往未来投钱。数字越低，说明越多老板选择不动。与此同时，个体工商户的注销数量在明显增加，很多小店小公司不是亏损关门，而是老板主动选择退出，因为继续干下去的风险已经大于可能获得的回报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一个隐性变化，很多还在经营的企业开始做同一件事，不开新店，不扩产线，不招新人，不贷款，把现金放在账上，先看看再说。以前大家讨论的是怎么增长，今天大家讨论的是怎么活下去。而当企业家集体进入防守模式，后果不只是几家公司关门那么简单，新公司减少，
意味着新岗位减少，新岗位减少意味着年轻人就业更难，就业更难意味着消费更弱，消费更弱意味着市场更差，市场更差又反过来让更少的人愿意创业。这是一个正在收紧的螺旋，而且一旦转起来，很难靠一两个政策刹住。张伟现在在一家跨境企业上班，月薪3万，比创业时稳定多了。但有一次朋友聚餐，有人问他有没有新的创业想法，张伟笑了笑，说了一句话：以前创业我担心的是赚不到钱，现在我担心的是赔光一切。以前最坏的结果是从头再来，现在最坏的结果是没有重来的机会。这两种恐惧看起来差不多，其实完全不同。前者是一个进攻者的顾虑，后者是一个幸存者的警觉。如果你在海外生活，这种变化可能正在以一种很具体的方式影响你。很多海外华人的亲友在国内开工厂、做贸易、经营餐饮连锁。过去几年，你可能已经开始听到这些消息：某个亲戚的工厂缩产了，某个朋友的门店关了，某个做了10几年外贸的老板开始讨论要不要转行，还有一批人几年前打算回国创业或者投资国内项目，看好中国市场的增长。现在这些计划几乎全部搁置了，不是因为不看好中国，而是因为看不清规则。对很多海外华人来说，中国不只是老家，也曾经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市场。而当这个市场最活跃的一群人开始停下来，你和中国之间的商业联系也会跟着慢下来。创业的人越来越少，不是因为中国人突然变懒了，也不是因为没有商业机会。中国依然有14亿人口，依然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供应链，依然有巨大的市场潜力。但创业这件事本质上是一个信心游戏。你开一家店，不是因为今天赚钱，而是因为相信明年会赚更多。你招一个员工，不是因为现在缺人，而是因为相信业务会增长。你拿出全部积蓄压上去，不是因为不怕输，而是因为相信赢的概率足够大。过去创业失败是一种能力问题，今天越来越多人害怕创业，却不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、不够聪明、不够拼命，而是因为他们开始怀疑成功和失败到底还能不能由自己决定。对于创业者来说，最可怕的从来不是输，而是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规则是谁制定的，更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换人。当一个社会里最敢冒险的人开始收回筹码，停下来的可能不只是几家公司，而是一整个时代向前冲的力量。这里不预测未来，只记录变化。我们下期见。